这只狗狗趁着老婆怀孕，每天偷偷出门干坏事，主人好奇的给它带上摄像机，谁都想不到拍到的画面简直不忍直视。这天他又丢下老婆，熟练的扒开门溜了出去，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。小白呢显得很疲惫，身上呢也脏兮兮的，主人一直训斥他，小白呢却不为所动，甚至假装闭上了眼睛。主人很是疑惑，他每天出门到底在做什么，于是决定给他带上摄像机，主动放他出去。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回来，主人迫不及待的想看一下摄像机到底拍到了什么。只见他一路翻山越岭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他。下山后来到一户人家，就看到一只小母狗热情的迎了上来，两只狗亲密的寒暄起来。院子里的另一只小母狗也不能冷落，也是一顿甜言蜜语。接着呢，又来到第三只小母狗身边，看起来这些都是他女朋友。主人这才知道他为啥每天回来都很累，每天爱的供养，这也太潇洒了吧。小白看到自己的所作所为，也害羞的低下了头。这还没完，接着呢，他又去见了另外2个女友，每见一个都要温存一段时间，妥妥的渣男了。5个女友都是白色的，本以为呢他偏爱白色，没想到还是肤浅了。不同肤色的他也毫不在乎。这只小黄狗也是他女朋友，小白自己也看不下去了，直接假装睡着了。妻子小黑很绝望，知道你渣，没想到这么渣。但更夸张的还在后面，主人决定带着小白亲自去见见他的女朋友们。据这家主人说，小白每天都会来，并且呢还跟自家的狗生了1窝小狗仔。不仅如此，小白在其他地方的孩子更多，只要他去过的地方都有他的孩子。没想到啊，在回家的路上，小白又看上了一只小黑狗，说着呢就要去约会，还好被主人及时拉了回来，强行带回了家。主人决心让小白做个好老公，禁止他外出，好好和老婆在一起。为了营造气氛，主人还给他们搭建了婚房，让他们重新培养感情。小白呢显得很沮丧，他的快乐没有了。他家客厅成了墓地，每天早上都会出现上万只死掉的蜜蜂，蜜蜂尸体能装满3个垃圾桶。然而更多的蜜蜂还在源源不断的涌进来啊！就算把纱窗打开，蜜蜂也不走，好像屋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它。主人也是惨啊，被蜜蜂围攻，蛰得满头大包啊！一到晚上更夸张，整个天花板都会震动，还会传出一种怪声啊！没办法，晚上只能睡在卧室的帐篷里。然而邻居家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，附近呢也没有养蜂场，那他们是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偏偏选择他家？他家是有什么东西在吸引蜜蜂吗？真的奇怪啊！第二天，节目组再次上门，主人说今天死掉的蜜蜂很少。工作人员敲了敲天花板，里面也没有发出嗡嗡的声音，难道是一夜之间都死了？节目组用热像仪也没有检测到任何温度，决定打开天花板看看到底什么情况。找来了专业养蜂人，一打开就发现一个硕大的蜂巢，蜜蜂也都活着，还发现客厅出现的蜜蜂都是通过电线孔钻出来的。原来当蜂巢内部温度过高时，蜜蜂会扇动翅膀来通风，就会出现嗡嗡的声音。之所以现在蜜蜂安静下来，是因为天气降温了，它们1年只能生产出1个蜂巢，现在有6个蜂巢，说明它们已经在天花板生活6年了。那没什么好说的，直接给蜜蜂搬家，最后还收获了17公斤的蜂蜜。主人说这就算6年的房租费了。然而下面村庄发生了更离奇的事，每到凌晨1点，整个村子就会传来龙的叫声。村长说声音是从半年前开始的，每到凌晨1点就会准时响起，一直持续到早晨不戴耳塞根本没法睡觉。很多人受不了都搬走了。有村民认为是之前开山采石动了龙脉，而节目组却认为是锅炉的声音，但村长说自己早就检查过了，锅炉一切正常。节目组继续寻找声音来源，这时一个类似的声音传来，来到屋内才发现是缝纫机的声音，但声音非常小。缝纫机表示这个锅我不背，那难道是管道施工惹的祸？但施工队表示从来不会在凌晨施工。一时间关于声音的说法越来越多，听起来也越来越灵异。又来到了凌晨，节目组全体动员，在村中各个角落寻找声音来源，还安装了声纳设备来监控。不一会儿，声音准时响起，大家都指向了同一个地方，正是锅炉所在的位置。声纳设备也检测出声音就来自村长家的锅炉。这就很尴尬了，村长还是不肯相信，明明自己检查过的。锅炉售后人员排查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，锅炉上一个电磁阀产生了滑动，导致了这种不寻常的声音。维修完毕，村民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。同样在凌晨出现诡异声音的还有下面这个公寓，每到凌晨4点，整个公寓就会传来敲门声，有时候是玻璃球掉地上的声音。声音是从5年前开始的，每天持续4个小时。声音出现时，整个房间都有回声，墙壁都会震动，很多人都无法安心睡觉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神经衰弱。有人干脆在外面租房住。物业也调查过原因，关闭了所有能产生噪音的设备，但最终声音还是没有停止，现在反而变本加厉，什么奇怪的声音都会出现。节目组在公寓不同位置都安装了摄像头。又来到凌晨4点，敲门声再次响起，1小时过后又变成了玻璃球滚动的声音，声音竟然高达90分
分贝。要知道啊，地铁站声音也才81分贝。工作人员发现用铁锤摩擦瓷砖产生的声音和玻璃球掉落的声音很像，怀疑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。节目组在其他楼层安装了更多的摄像头，想要找到这个人。接下来就是等待声音的出现，但是一晚过去了，完全没有出现任何声音，连续几天声音都没再出现。其实已经没必要再调查了，很明显了，恶作剧的人就在公寓里，至于是谁就不好说了。1个月后，节目组做了个回访，物业表示，自从节目组采访过后，声音就没再出现过，这下都能安心睡觉了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，但是要论肺活量，下面这个大爷还没服过谁。66岁的大爷一口气就能把车胎吹爆，热水袋被他当成气球吹，一口气爆1个，每天都要吹爆100个，这都不算什么。现在他要挑战吹卡车轮胎，另一边是8个人轮流用气筒打气，大爷的轮胎肉眼可见的变大，5分钟计时结束，大爷吹的轮胎已经很鼓了，另一边用打气筒的轮胎却还是扁扁的。大爷不满足啊，他要继续挑战，让节目组在轮胎上放了一个架子，上面又站了20个小伙子，他要在负重的情况下把轮胎吹爆。大爷一阵猛吹，上升的感觉吗？咱们中国的轮胎质量属实不错，大爷吹了10分钟，硬是没吹爆。等人都下来后，轮胎嘚一下就变大了很多。这天，大爷想要挑战极限，吹挖掘机轮胎，这玩意儿可比卡车轮胎难吹啊！司机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。只见大爷半蹲马步，一口接一口往里吹气，轮胎很快就有了起色。毕竟是挖掘机轮胎，吹到一半的时候最困难，吹了好几口也不见起色。周围人不停地给大爷加油打气，大爷摘下帽子擦了擦汗，体内的小宇宙正在爆发。接着额头青筋暴起，一阵猛吹。最终轮胎被大爷吹了起来。那他是怎样练成这项绝技的？原来30年前，大爷最喜欢的就是钓鱼，但是没船就没办法去湖中钓，他决定用轮胎代替船，但是没有打气筒，于是尝试用嘴吹气。这一吹不要紧，他吹出了新高度，没一会儿就把轮胎吹得硬邦邦，慢慢就变成了一种爱好。大爷说不会停止挑战，要再吹他个50年，只要有我在的地方就不允许出现打气筒。大爷的嘴属实厉害，下面大叔的手上也有绝活，大叔一巴掌就能抓到10只苍蝇，一天徒手能抓1万只，抓过的苍蝇足足装了4大袋。菜市场的苍蝇见了他都吓尿了，只要他出手绝对不会落空，百发百中，没有一只苍蝇能活着逃出他的手掌心。摊位老板纷纷拍手叫好，旁边大叔看了也想试试，不过动作属实有点滑稽。工作时一只苍蝇落在了桌子上，他慢慢靠近，苍蝇察觉不对立马就跑，但是太晚了，大叔一巴掌送走了他。仔细观察后发现天花板还有一只，迅速丢出乒乓球一击致命。那他为啥痴迷于抓苍蝇？原来大叔是一家保洁公司老板，13年前和客户吃饭谈合作，大叔想让客户尝尝本地特色菜，结果菜里有一只苍蝇，客户愣住了，你们特色菜是苍蝇炒鸡蛋啊？就你这样还做保洁呢？客户当场愤然离去，大叔分分钟损失几百万，对苍蝇那是恨之入骨。从那以后，他开始训练自己的反应力，练习抓蝇龙抓手，对着树练习7伤拳，手背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，就这样练出了100%空手抓苍蝇的绝技。1年时间内抓到的苍蝇装满了4大袋，还把苍蝇做成了标本，仔细研究。现在公司还推出了一项免费抓苍蝇的服务。哦，有苍蝇啊！只要一个电话，大叔就会带着员工上门免费抓苍蝇，即使灭蝇器也没有大叔徒手抓的多。不得不说，大叔的技能真的很实用啊！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